娘娘可惜什么？为何欲言又止？可惜这位皇帝便是哀家的夫君。张择端的这幅呕心沥血之作，被他修改3次，将张择端明者防祸于未萌，智者除患于将来的用心全部抹杀一尽。留在画幅之上的，便只是现在的日丽风和，舒气迎人。哀家的夫君爱研究绘画，爱研究书法，爱饮酒，爱收集奇花异石，甚至千里运石，选石为妃。可他所爱的这些，没有一件与山河破碎、冲锋陷阵有所关联。而事实上，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山河破碎、冲锋陷阵的边缘。哼，即便看到了杀气又如何？会看画，也不能挡住我大金的铁蹄。看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一定要看出画中人1643米和飞禽野兽208头的死亡阴影和毁灭凶兆。凡是有关物极必反、强极必弱的因果报应，都会被贤与不孝的皇帝分别所推崇，或者是所推翻。大宋要在中原成就一个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梦，最后却梦断情殇，一切皆渺茫。而大金是否踩着前人的覆辙，由繁华走入没落，盛世走入衰败，清明走入寒冬，这就要看太子爷从什么方向去观赏这一幅诡计神功的太平图了。启禀四太子，二太子沃吕布带着赵构使者求见。请。是。你等你儿子来谈判，等得很苦吧？哀家可要回避？不需。南朝的形势，亮娘娘亦急于有所听闻吧？四太子恩典。跟你明言，皇上让我会同沃黎部接见南朝使者。你之所以在这里，是你们那个叫秦桧的指名点姓叫你过来的。秦大人，秦桧可是沃黎部眼中的红人呐。南臣康吕叩见王爷大人。叩见韦娘娘，韦娘娘千岁，韦娘娘千岁。起来吧，快起来。谢娘娘。千里远行，一路辛苦，快向四太子回话吧。是。本使此番带来了3大箱礼物。这第1箱是进贡于太宗皇上的，第2箱是供奉王爷和几位大将军们的，第3箱是要送去5国城给皇上和嫔妃的，请王爷开启礼箱，一一检查来见，
以免匆忙入境，不能随俗而误触祸端。此处是清单。找单全收，立刻查验。你的礼物之中，不会藏着图穷匕现的故事吧？啊，不，如前匕首，小史愿意天诛地灭，碎尸万段。谅你也没有这个胆子。你说说，给韦娘娘带什么来了？我们娘娘啊，精通音律，给她带来了长短箫一对。太好了！快取出来，请娘娘演奏一曲，但是乡愁。啊，是。这个上品之箫，可是上河图上狡辩那家卖玉器的店铺，不是那一家。张择端知道娘娘喜欢吹箫，他就在桥头上画了一家乐器店。其实啊，张择端是大处造势，小处造假。原来是这样。
会吹箫，他只会吼，吼我们割牧草，吼我们放牛羊，吼我们练习摔跤，吼我们弟兄要永久相助，永久和好。老四，说正事吧。请吧。谢四太子。娘娘，您要多保重啊！赵构此番送礼，就是想与我大金议和，放回他母亲和妻子。王爷，我们皇上说了，愿意加倍的赋予大金岁贡，就是为了早日能和家人团聚。既然是想早日团聚，那他来五国城不就团聚了吗？哎呀，四太子高抬贵手，四太子高抬贵手，四太子高抬贵手啊！窝里部，皇上让秦桧写信，条件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加倍付岁贡，还满足不了我的胃口。若不答应我们的条件，还可以什么？打过去便是。老四，你怎么和章邯一个论调啊？这上回咱们打到了汴京又怎么样？最后还不是班师回来？那个张邦昌又不得民心，咱们还不如和赵构多亲近亲近。老二，我说你怎么看不明白呢？张邦昌要是得民心，咱们服他做什么？这好了，我也是奉皇上之命接待南使，究竟要怎么办？还是请奏明皇上，让他定夺吧。来人呐，在，带南使前去就餐。是，谢王爷。请。哎。岳飞归队，张所立即提拔，把岳飞在停职前的修武郎升至武义郎。建炎元年的9月下旬，元帅张所命令王彦率岳飞等7000人过河交战。王彦、岳飞所向披靡呀！可此时，皇帝赵构他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。皇上，皇上，啊，皇上，康公公回来了，康公公回来了。皇上，见得太后了吗？见到了，见到了。皇上啊，您瞧瞧，这还有太后给您的亲笔信呢。掌灯，掌灯！哎哎哎！关山，魂梦长，3夜因树少，2鬓可怜情，只为相思老。桂罢碧纱窗，说与人人道，真可别离难，不以相逢好。
母亲，我的母亲。行尽江南，仇杀矣，不与离人欲。皇上，您可要节哀呀！这事要让太后娘娘知道了，有多心疼啊！皇上。太后初为我母，因公职不义，她连抱我一下都不惜。到6、7岁时，因我体弱多病，太医不许我与任何人接触，娘来看我，都站在10尺之外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宫中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犯了宫规，被打入冷宫。我们每一次见面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而且要站在10尺之外。等我成家了，我们有好日子过了。2、3年的光景，只有2、3年，他现在又天涯漂泊。我们母子之缘到底为什么这么薄？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我现在这里养尊处优，而他在异乡受苦。皇上，你可要保住龙体，你保住龙体呀！已经有言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到底我们大宋赵家是积善之家还是积不善之家？为什么享余庆何其之少，而遭余殃又何其之甚？皇上，老奴啊去了趟北京，他们呢正在犹豫打还是不打。皇上，要是接太后回来，您可要早做决断呐！江山飘零，满目疮痍，今人食我之骨髓，又何必杀鸡取卵？我们大宋的银库还有多少银两可以给他们拿？皇上，满不满足金人的胃口是小啊。微臣听说，那张所张大人已经派部下渡河作战，这要是得罪了金人，皇上的玉完人伦之礼，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呀！张所大胆，他肯定是听了那宗泽还有李纲的蛊惑，赶紧叫他回来。皇上该怎么干？听皇上明示。你们看着办吧。走，开打！快点，快点！走，快点走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跟上！走，老实点！跟上，快点！快走！快点！走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，快点走！快走！太过分了！他们不是畜生，有些人连兵都不是。这些人为了向朝廷邀功，走，抓平民百姓来邀功。快点，大哥，我去找他们评评理。张宪，走，住手！他们是人，不是畜生。王将军，军中暴虐盛行，侵扰百姓。我知道。那请将军以军纪处罚他们，以儆效尤。怪不得他们讨厌你，我一直不清楚，现在明白了。末将是为部队着想。人人都为自己，你在为部队着想，那你就是个艺术。他们私下里排挤你，你在为部队着想，如何施展手脚？如果人人都是为了自己，那人人都不能施展手脚，
如果人人是为了收复失地而克己奉公，那部队人心齐泰山移，岂不是更有战力？有这样的部队吗？择其优而用，打金寇还得仰仗他们。倘若金寇打来了，我靠你岳飞一个人，行吗？粮饷不齐，赏罚不明，只会损耗部队的战斗力。金兵要是来了，几员大将也不够啊！你管得了军中，管不了朝廷。将军，将军此话怎讲？张大人被撤了，这是为何？当今皇上还跟你说为什么吗？一句话说错了，说撤你就撤你。是不是因为张大人叫咱们过河？谁过河，谁就踩痛了皇上的脚。咱们夺下了新乡，上面正打算断咱们的粮，绝咱们的援。这打的是什么仗？张大人他被撤了，想去看，赶紧去吧。去！岳飞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末将听说张大人被罢官了，特地前来探望。什么被罢官了？别说这种丧气话。如今朝廷奸臣当道，断了我3军粮草，我是要面见圣上，为何朝令夕改？我要替3军将士讨一个说法。大人，要不还是我陪您去吧？不用了，你跟在岳飞身边，我就放心了。记住，好好跟他学习，知道吗？是，末将明白。岳飞啊，渡河作战，殊为不易啊！我走之后，你们可要坚守阵地，千万不要让金寇再打回来。若是金人打过来，那只能说明岳飞死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有什么问题就找王爷，你我就此告别了。末将明白。将。今日，皇上叫你和哥哥去干什么呀？还不是那些事，打还是不打？皇上在犹豫什么？沃离部太懦弱，一直跟皇上说，大宋就像沉睡的猛兽，一旦激怒了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是说武关城的2个皇帝吗？我看不出猛兽在哪里。这是他一厢情愿。他以为赵构会以父母为念，殊不知，赵构如果真会为了父母什么都不顾，当初他就不会不救汴京了。照我分析，过不了2个月，必打。那，你去吗？我要是去了，只能是你哥哥的部将。我想做3军统帅，让你风风光光的住进汴京城。我说的话你都记得？你喜欢的事情，我从来都不会忘记。你现在就把一件事情给忘记了。
谁呀？我可以进去吗？二太子。二太子，请进，请进。倒茶。二太子，您深夜至此，有何贵感？你想家吗？我想让你回家。什么？当真？今天张邯又去见皇上，怂恿皇上再次出兵南侵。那皇上答应了吗？老四帮着张邯说话，皇上又听老四的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请皇上暂缓出兵，等到秋天天气凉爽，再起兵伐。那二太子让我回家的意思是？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猜想得到吧？二太子让我回去，劝说小皇帝缴械投降，是吗？秦桧啊，秦桧，你明知道赵高爱他自己胜过爱他的娘和妻，你还这样跟我讲话？你们男人就是花花肠子多呀！在下不敢，在下不敢，在下不敢！我跟你明说了吧，我不指望赵构能够投降，也没指望他能做出多大的让步。但是此次你南去之后，我希望你我二人一南一北，能够促成和议。就像你说的，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，咱们互相依靠，共享富贵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多谢二太子再生之德，秦桧肝脑涂地，来日厚报。你明日便走吧。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二太子，在临走之前，我想见韦娘娘一面。你们放了秦大人，救命啊！哎呦，秦大人！救我，秦大人！娘娘，娘娘！娘娘！罪臣秦桧给太后请安。乱兵作恶，何安之有？哀家生不如死。太后，一人可以治百勇，一静可以治百动。若太后可以隐忍沉静地过日子，一定会化险为夷，苦尽甘来的一天。你这张嘴呀，难怪二太子都处处护着你。太后，有人等我们叹气，我们偏不叹；有人让我们哭，我们偏不哭。古语说得好，忍难忍之事，
要有力而无气，就是说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要多使力，少生气。处难处之人，要有知而无言。遇到难应付的人的时候，要多体会，少说话。孟子曰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太后定能有力而无气，亦定能有知而无言。秦桧为太后卜了一卦，乃上上大吉也。胡诌乱讲吧。患难之间，情谊非比一般，恐怕日后太后也难以再听到秦桧胡诌乱道了。近卿，此话怎讲？一千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哀家更听不明白。这样的日子，微臣实在是无法奉陪了。这是怎么说？任难任之时，不是要使力乎？处难处之人，不是要闭口乎？下官这2天就要闭着口，使力开溜了。开溜？溜向哪里？自是江南健康府。你此去健康，关卡重重，你一个人走得了吗？非微臣一个人，家小一起跟着走。没想到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后容禀，今日我秦桧若继续留在北地，就会委屈而死。冒险不成，做了俘虏，也是受刑而死。横竖是一死。如果可以死在关内，起码可以享有南牧之官、故乡之土。所以秦桧下定了决心，竟然3令5申，大寨之内不得潜逃，凡拿获者即行处死。此行你可要想清楚。多谢太后关心。其实我这逃亡之路是用50两黄金铺出来的，这一路之上都已经打点好了。若微臣命不该绝，月底应该可以回到家乡健康府了。太后，其实微臣这次来，除了向您请安之外，我还想问问您，是否愿意随微臣千里同行？同行？太好了，能与青青同行，天经地灵，
众神护佑。若太后应允，微臣马上去安排。不行，两个皇帝都在这里，哀家走不了。何况台上皇病得这么重，我怕我还没进山海关，他就已经进了鬼门关了。是微臣妄想，请太后见谅。不，亲亲，小死可堪，只是哀家没有这个福气和自由。太后，您可否有意写几个字，让微臣带回临安，转呈皇上？好吧。美儿，你的小皇帝不要你了，过来，你就从了我吧，来，来吧，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别想了，你现在已经是皇帝了，你想要什么有什么，干嘛还想他？不想不行啊，她可是我的海妃，你现在是皇帝，左右天下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山河锦绣，多少笙歌流，画着六湖龙歌凤楼。
青山万里走，策马天涯，何处望神州？情难写，意难结，缘难留。云天高，浮名袍，壮志愁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剑问沧桑？胡马闯，是要当今滔天浊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被疯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跑过伤，何妨忠魂埋骨。